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晚的8点到10点呢，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与大家互动，为您的情感困惑答疑解难，更有机会连麦交流。好，让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今天的2组嘉宾，请开门。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杨先生42岁，来自吉林，个体；段女士40岁，来自吉林，销售。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我就想知道我老婆最近怎么了。自打工作转岗以后，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都有点不认识她了。我觉得她就是被我宠坏了。我之前每天像个保姆一样，为家付出她都看不到眼里，我不想再过之前那样的生活了。之前的生活怎么了？不缺的吃，不少的穿的。她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看就是换了工作，把她换得越来越自私了。为什么女人到了40岁就不能拥有自己的追求了？我不管，我就要变成更好的自己。哎呀，这得先给女生鼓掌，变为更好的自己哈。他男生这有情绪，说他变了是吧？怎么了？变成什么样了？这档节目吧，是我主张要来的。我爱人自打换了岗位啊，整个人就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心思也不完全在这个家身上了。我担心长此以往啊，这个家就得散。怎么就心不在家里了？他原先挺好的，生活圈子也挺干净的。就是自打换了工作以来呀，这个身边净出现一些狐朋狗友。你原先就是身边那些发小，那点闺蜜啊，我都认识。那我现在做销售了，那我的朋友圈也多了些客户，太正常了。你就是太大男子主义了，你知道吧？不是，先生，有啥让你觉得人家换了个岗就不正常的了？前不久我们又大吵了一架。有一天下班啊，他很晚回到家，穿着一个男士的外套，你让我怎么想啊？这点小事儿你也拿出来说，我都跟你解释多少遍了。我那天下班，本身做销售的，经常加班，都很正常。然后赶上咱们家那边天气也不好，回来是稍微晚一点吧。然后赶上天气刮风下个雪嘛。然后的话，我那个同事就看我穿衣服穿的有点薄，就把他那个外套借给我了。那这不很正常吗？同事之间相互帮助不很正常吗？他是把他穿的那件衣服脱下来借给你了，还是说他在办公室里有另外多余的一件，看你冷说来你穿上这个走吧？是有2件，有备用的，然后就让我穿了1件。那谁知道呢？就因为这个外套，他就跟我开始疑神疑鬼的各种吵。他天天下班呀，不是说晚回家呀，就各种应酬，回到家里也不得个安生，就摆弄那个手机、微信、朋友圈发个不停。然后那个穿一些那个大尺度的衣服，然后拍一些美颜照片晒微信朋友圈。原先他不这样，原先他就是如果偶尔发朋友圈的话，也是晒一晒家庭的美满照片。你就在那块儿菜了，晒一晒我的一桌子菜做的多么那个色香味俱全呐，就是都是这样。现在晒的是大尺度照片。哪有大尺度照片啊？就听他在那儿瞎说。他穿的衣服啊，都是一些年轻人穿的衣服，没穿那个什么露胳膊露背那种，没有吧？没有那样的啊，那才叫大尺度的吗？你担心什么？你说我听。我解释一下吧，我觉得他吧，他就是太断章取义了，知道吧？就是我现在吧是从事一个销售工作，我就是习惯了每天早上发一个自拍呀，然后在我的朋友圈活跃一下，我活跃了，我会发一些正能量的，比如说我今天那个元气满满。我加油，我努力工作，是吧？这个时候的话，会有一些那个同事了，包括我的领导了，我的客户了，会给我进行一些点赞互动，对，会给我一些互动，让客户在需要产品的时候，第一时间能想到我。那先生觉得他发这个是出于什么目的？出于引起其他人的关注呗。啥人？他就是现在怎么说呢？他思想就是太扭曲了，你别不好意思嘛。我不好意思说。你说。那你那微信啊，一天叮叮当当的，回到家里也不得个安生，响个不停。还有男士约你喝咖啡。在这儿呢。我是十分不能理解，都40来岁的人了，那种浪漫的场合，你说你适合去吗？你去咖啡厅调研过吗？我没去过那种地方。你的想象中咖啡厅就是在那儿浪漫的哈，谈情说爱的地儿。对对对。你真的对咖啡厅有啥误会吧？你想想，咖啡厅是干啥地儿的？咖啡厅其实就是谈事儿的嘛。那我现在了解了。你咋就那么不相信你妻子呢？你发现过啥吗？
他的种种生活表现呀，就是不单单是就我以上描述的几点。还有啥？他最近我发现也不懂得过日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啊！我天天一到晚上回到家啊，我就看着那门口那一堆堆快递，不是衣服了，就是包包了，就是化妆品。他原先不这样的呀，原先只是护肤，从来不化什么浓妆啊。那你说来说去，不还是说你抠门，你舍不得让我花钱吗？我买几件衣服，买点化妆品，怎么了？你买的都是什么人穿的衣服啊？我买的衣服怎么了？我买的衣服都是现在最流行的。买1、2件够穿的衣服，或者是符合你现在年龄段穿的衣服，我也不会说什么。老师，你猜他买什么样的衣服？破洞的牛仔裤。完了，我刚买了一条，赶紧退了。我现在做销售，我每天出去要见客户，我不能一天我穿着拖鞋，我穿着运动裤去吧？见客户为什么要穿破洞牛仔裤？破洞牛仔裤的话，就是我想让自己年轻点儿。见客户？不见客户，那个平时穿。因为我买的衣服不光是一个非常潮的牛仔裤，我还有一些什么正西装啦，还有一些那个裙子之类的，非常正式的。就是爱美了，先生觉得不正常啊，爱打扮了。对，还有啥呢？干啥花钱大手大脚了？前几天我发现他那个手机微信里的那个信用卡那个还款记录啊，有个1万多块钱的，就从那个事儿说起。你凭什么现在学会透支消费了？办美容卡。前段时间呢，我就跟我同事的话，我们一起去下班逛街嘛，然后同事就说了：“姐，你看你那脸皮肤太干了，说你现在要再不保养的话，那以后皮肤肯定是越来越糟糕。”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他经常去保养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去了，做了简单的一个补水，我觉得挺好的。你这个想法我们都理解，你还有什么这个最近和以前不一样的变化吗？你自己说说，不用你老公说。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吧，不是以前是做文职的嘛，现在做销售嘛，在销售这一块，我首先要提升的话，就是我自身的一个形象。从外在提升，你是要改变自己，内在也得提升啊。内在我也在学习呀，我每天都在学习，而且最近我的工作表现呢，我们领导还有我们同事对我都非常认可的。你这内在外在的变化我就不说了，那你的生活方式怎么变化？感觉我像不认识你了这个人了呢？举个例子，就是偶尔间啊，我在他的那个包包里啊，发现一张电影票，我寻思这是瞒着我什么时候去看的电影呢？这样的老师，就是之前吧，我们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我之前也提出过，我说咱们没事去看看电影呗。他不去，他觉得那种地方，你看人那么多，然后环境说实话也不是很好。还浪费，你等一等呗，等一等，电视上有可能过1个月、2个月，咱们在家看多实惠呀，是不是？我是被他拒绝过的，所以这次我就选择自己去。那你就自私了，你不管家里人了，那还有孩子呢，你带上孩子去，孩子不会陪你去吗？我看个电影就不管家里了，我看个电影就自私了。这事老师都不是重要的，重点现在他是生活呀，生活到现代人的前沿上。还有啥前沿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学习一下。现在呀，也经常很晚回家。上一些酒吧、KTV 的这一些消费的娱乐场所，我感觉那种地方就是不是好人去的地方。出去放松一下不很正常吗？而且我根本跟你说，我说我们团队的话，这2天的话有可能去那个 KTV， 我说你也去呗。然后我同事也说那个姐你去，你叫着点你家姐夫一声，是不是？别姐夫不放心。然后我就叫他，他不去。让我去我就去，那是你的生活圈子，我也不方便介入啊。那你平常去哪呢？我们结婚18年来，就是我一直就是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社交圈子呀我全断了。行，听懂了。就是我一天就是2点一线，但是不能说没有那一些灵魂的追求和爱好。你有啥灵魂的追求爱好？平时我在家我也不是干巴巴的待着，我有时候可以听听音乐啊，哎呀，打游戏啊，放松，看看书啥的，或者是平时从事一些体育运动。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健康的呀。那我出去唱歌 KTV 就不健康了？你净干一些不合你这个年龄段该干的事儿。哎呀，我觉得你就是受你这个生活圈子、工作圈子的身边的人的影响，不好的影响是吗？不好的影响，也不单一是这些问题，还有问题呢。这1年多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您再说说还有？比方说的1个月到头来，你出去个2、3趟。一走就是4、5天，出去跟同事旅游了，又团建了，反正所有的借口全围绕着我，就是这份工作。我这改变也是为了自己更好。也开始在外边不回家了哈，旅行啊或者团建。对，为什么我说这一点呢？把我和孩子扔在家里，我是作为一个大老爷们男人啊，这些家里的事儿我真是手忙脚乱，我操持不过来。孩子多大？
老大18了，老二的话9岁。行吧，哎，说说你们家经济方面的问题吧。这老师您不谈这一点啊，我就更来气了。说是咱们那个生活啊，支出啊 AA 制，着不着效啊？我们家那个经济情况一直是这样的，就是我们2个人不都是有工资吗？然后现在这房子的话是需要还贷款，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写的我的名字，房贷从我工资这边扣的话会方便一些。那么我们2个就之前有个计划，他的工资呢就是做来家庭的那个正常的开销，孩子教育什么的。然后我这个部分的钱呢，我就是负责还一些房贷，要是有剩余的话就交个水电费。但是现在我的工资去了还房贷，去了水电费，几乎1分钱都没有。然后这些年我每花1分钱都是管他要。你也有钱，原先你钱也够花，你管我要我也给你。那每次要钱你都像审犯人一样，你买的是什么东西，多少钱，有没有用，我都一一向你汇报。就过去18年都是这样的，是吧？对。现在变成啥样了？咋就什么个叫 AA 呀？这不是 AA 制，这不要跟我离心离德了吗？怎么就个 AA？ 不是，怎么个 AA 法？是这样的，老师，我就说吧，现在每个月还房贷什么的，他也拿出了一部分钱。最起码的话，我的工资还能上一部分，这一部分的话，完全可以由我自己支配呀，是不是？那你的收入比以前多了吗？比以前多了。多了多少？能说吗？能多1000多吧。哎，人家这个要求好像听着也不过分吧？咱俩一起还房贷，然后一起这个负担家里的费用，我省得天天跟你报账要钱嘛，这不合理吗？我认为这种2个人吧，在一起生活过日子，劲儿要往一处使嘛。你这样，你还房贷，然后你过日子跟他要钱，行不行？我提过这个问题，他不同意。他这大手大脚的，钱都花光了，败光了都。那这些年您存了多少钱呀？你不是手脚紧一点儿？有点积蓄，但是家里负担也不轻，毕竟2个孩子嘛，这他是知道的。你就是想控制我花钱，那你从来不控制你自己花钱呢？他买什么了？他花钱冲啊！他花钱可大手大脚了。你讲讲。对，他平时的话想买一条裤子1000多，他眼睛都不眨一下，直接就买。那给你们娘俩买衣服呢？我买衣服的话都是几十块钱，然后我也很少买呀。我就最近买衣服还受他的控制，之前的话几乎是很少买的。那家务方面呢？现在有争议吗？这些年了，一直是我在干，我就是在家里边，我就是一个兼职保姆吧。下班洗衣服做饭都是我干，他回到家就是在沙发上一窝，要不然的话就是看那个手机呀，要不然看电子书，一看2、3、4个小时。好饭了，我叫他吃饭他都不动。那这个方面你进行了调整吗？我调整没用，他不干呢，老师。关于孩子上呢？孩子他从来都不管呢，我们家2个孩子基本的话都是我管。我家老大是个姑娘，班主任也是女性啊。我觉得作为女孩，这些学校发生的事情，成长健康，我觉得母亲跟老师在一起沟通更方便一些。你就是借口，那父亲跟孩子沟通怎么了？那孩子那么大了，你是不是得了解他自己心里在想什么呀？咱们家儿子哪天我不说他，哪天我不管他呀？那你是管了，管的对吗？咋不对了呢？无缘无故发脾气。他管孩子有个毛病啊，就是平时不管，就吃饭的时候管。每次吃饭他都是特别扫兴，批评孩子，批评完孩子批评我。就我儿子那天放学回来了，那校服衣服上面后面有2个印儿，也不听孩子解释，上来就指责我儿子，是不是你在学校又欺负别的小朋友了？我儿子说没有，就是篮球课的时候别人把篮球打在我衣服上了。那我儿子吃饭的时候那2个眼睛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你说那孩子能吃好饭吗？那你以后就跟你儿子单独吃饭，不给他做饭。我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就有的时候心太软了。然后吃饭呢还对我指责，又说我今天那个饭做的不好吃了，菜又咸了又淡了。不，那你现在这么忙，经常出去应酬啥，这饭怎么办呢？我要是出去忙的话，我就给他点外卖。你不能做饭啊？我不会，老师。不会就是，哎呀，那呀。就是不管我下班啥，这些年我也习惯了，他操持家里，你也知道，回到家里就是吃着热乎乎的饭菜啊，哎呀，可舒服了哈，可舒服了。就现在他的变化，实在是让我很难接受，可不舒服了哈，啊，可不舒服了。教你一招，你学说点什么好话呀，买点礼物呀，你讨好一下，他可能就又愿意给你做了呗。有没有做这方面的努力？没有。哎，他也不给你，我觉得老老实实的守护，在外边不沾花撵草的，回到家里，在家里一待，最让他省心嘛。也不是很多家庭的主妇不都希望自己的丈夫这样吗？人家不是全职太太，人家有工作呀，大哥，你不能忘了这点。就算是全职太太，那丈夫也得提供情绪价值，该送花送花，该送礼物送礼物，该说好听说好听的呀。
其实老师，我就是感觉是好像搞反了，就是来咱们这档节目也是我主张来的，我是抱怨方，怎么现在他都成抱怨方了，倒打一耙了？让我们帮你劝劝他，改回去是吧？对呀，最起码我是没有这个能力照顾好这个家，还是家庭还是需要他来主持内政，是吧？是需要我们帮您劝劝他，让他像原来一样给您洗衣做饭干家务。然后不出门，不认识这外边的朋友，别去喝咖啡、唱歌、消遣娱乐，别买漂亮衣服，别化妆，是吧？也不完全是，就是我也不反对他现在的工作，也不反对他就现在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小追求，我不反对，但是你工作的同时能不能跟家里区分开？那没办法呀，我的工作现在是销售啊。那销售的话，你顾客有事情追求你的话，不能说是下班了，顾客给你发信息你不回吧？你别犟，老师，我觉得我这个说法你们能不能接受？我接受不了。一个18年在家不做饭的孩子，他爹指责对方你不回归家庭，就是我18年没做过饭啊。我指着别人说你怎么不回归家庭？我把雷老师的话翻译给一下啊，就是你要求你妻子平衡，你也得平衡。对啊，你也得把家务活，他不在家的时候，你得做饭、洗衣服、带孩子，你也要平衡一下，俩人一起平衡。他不光不平衡，还往我身上泼冷水。我说一个小事儿吧，就是春节的时候嘛，就是我们那个东北那边比较流行那个3件套。烫个头发呀，做个睫毛，然后那个粘个指甲之类的。然后我就说老公啊，你看人别人都做，快过年了，我也做呗。他当时就给我否决了，就不让我做，然后还说了一些特别难听的话。他说啥了？哎，你都40多岁了，你整那个指甲，你给谁看呢？你整那个眼毛，你粘上了，是瞅着忽闪忽闪的，跟你的气质也不符合呀。你万一掉锅里了，你吃饭恶不恶心？当时我跟你说，我年都没过好，老师，我心情特别压抑。那您3件套做了吗？没做，我懒得跟他吵。那是够气人的。饭做了，确实不容易啊！哎，我多打听一下哈，就是你丈夫说出来的最让你伤心、生气或者是不能接受的话是什么？最难听是你40多岁了，总提醒我这个年龄。好，那今天2位夫妻2口子来的诉求是什么？这个工作呀和家庭，我觉得你还是区分开，别把工作带回家里。好，这是我的原则。原则哈，底线是吧？对。妻子的想法，我也跟你说实话吧，我不能因为你的1句话2句话，你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我就放弃我现在拥有的工作啊！这小情侣对这叔叔阿姨了吧？这得哈，对他们的这个现在状况，你们有什么认识啊？我感觉大哥好像还活在清朝，辫子该剪了。哎呀，你这说话也挺，行，他平常就这么说话吗？姑娘，对，有一点那个尖锐哈，还有点文艺。他也跟你这么说话吗？偶尔啊，不是，当然你这个点评的对啊，我是说这其实挺尖锐哈。姑娘呢，什么感觉？不评价是最好评价，就是没有评价。哎呀，你俩这都挺有个性啊。行吧，听听老师们的评价吧。但是你是2点，第一呢，自己不改变，别人改变之后呢，你又受不了。第2点是，他改变之后给你了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解释，你又接受不了，你就一直在纠结、矛盾、拧巴。其实我觉得你还是调整一下，如果你不调整，你这个家真有可能你就散了。你们刚才谈了一个对财产的 AA 制，男士接受不了。其实 AA 制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我们国家现在很多的这种现状。其实你发现没有，你还是接受不了改变。这是我谈的第2点。第3点，孩子的抚养，孩子的抚养呢，对孩子的保护、教育、指导，包括管理，这个都是的，这是共同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觉得女士刚才说的那点是对的，还得注意一下方式方法。你比如说1个月，你1次2次在吃饭的时候进行一些教导啊，这是可以的。你比如说5天真得3次4次这么做，谁都受不了。最后一点，女士呢很决绝，我回不到从前，我也变不了。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其实夫妻之间的往往缺乏的是什么呢？往往缺乏的不是进一步的勇气，有的时候缺乏的是退一步的智慧。其实你这个事情也简单，你稍微的改变一下，你们之间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的平衡点，我觉得也很好。所以呢，我的观点很明确，双方都要变，女方呢适当的往回收一收，男方适当的有点张力。要不你这样的话，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可能还真是不幸被你言中了，就有可能散了。
什么他不喜欢咖啡馆，我就不能去？凭什么他有病我吃药？这我不理解，这我不理解。咱们家女儿18了是吗？18岁了。18岁，成年了。成年了，对吧？老杨问一下，咱们家未来那女婿可以18年不回家做晚饭吗？不可以，不可以啊。那为什么你干出这事儿来？你的女儿在40岁那年，可以做个假睫毛吗？可以，可以。不双标。哦，不双标，不双标。所以你的女儿可以的，你老婆不行。是老师，第一位老师帮我说了点话啊，也说到我心里去了。老师，您点醒了我。别，我发现你变得好怪哦。你在点评老师们。关于见风使舵这件事儿，我不如你。还有，如果真的有点什么变化，你18岁的女儿成年了，她就不再论了。你有一9岁的儿子未成年，真有点什么变化，你觉着8岁以后认略，得征求孩子意见吧？那肯定的，没法得明确规定这。对，得问这孩子，真有点什么变化，你觉得妈妈好还是爸爸好啊？然后这时候这9岁的小男孩就想起来，我跟我爸那儿每回吃饭都挨骂。我爸一吃晚饭就数了我，而且那饭都是我妈做的。老杨，你觉得谁会被抛弃？你觉得你9岁的儿子觉得跟谁一块过日子好？这变化真要发生了，咱们40多岁一老哥可就剩自己了。所以我讲明白了。然后这个时候您觉得您还有什么继续坚持下去的必要吗？我也应该有点张力。另外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吃饭的时候管孩子，吃饭的时候骂孩子是不对的。这对他的消化没好处，这对他的心理成长没好处，这对咱们家的亲子关系没好处。所以老杨，我该说的说完了啊！我希望2位能够继续把日子过下去，就是谁该调整谁调整。我先从一个大的框架来看啊，我觉得2位还都是感情基础也不错，也是都想好好过日子的人。而且我觉得在过往18、19年的婚姻当中，你们还是相对和谐的。我是希望你们能够在现在一方发生变化，包括我们环境也发生变化的时候，2个人都找到能够继续携手走下去的方法。我们现在社会上一直在鼓励女性成长，我们中国的女性妇女确实成长了很多，但是在你们家庭中略有遗憾的是男性的成长慢了一点。你如果不想这个家散，你进步的同时你要拉上他不愿意去卡拉 OK， 那你就说服他，那我不跟我同事去，咱俩去，带上儿子闺女，你们4个去唱歌，让他感受感受嘛，带动嘛，他不就理解了吗？他没去过咖啡厅，他都没。哎呀，身为你一个时代进步的先进女性，你的配偶没有去过咖啡厅，你也有逃不开的责任啊！你带他去体验体验，带上你们一家4口去咖啡厅，孩子喝杯饮料，老公不爱喝咖啡，喝个什么牛奶，吃块小蛋糕，感受一下现代生活。我觉得这是你需要做的。先生，我觉得前面老师说的够多了哈，您不与时俱进，您真被淘汰。人家可以等你，和你一起成长，但你不能就固步自封，说我就是一旧时代的大老爷们儿，我就应该男主外女主内，我就应该在家里边甩手掌柜，什么都不管。对不起，这个时代，你再这样下去，你就被时代抛弃了，不光是被他抛弃。你要学习你老婆那种体验丰富人生的那种活力，你太死气沉沉了，你才40岁，长得也还可以。人生是体验，你也要变得丰富起来啊！要你多无趣啊，就知道2点一线。你女儿将来都嫌弃你，找老公都不能找我爸这样的，你儿子也嫌弃你，我长大不能当我爸这样传统老头，连咖啡厅都没去过。去体验，去伴随，去陪伴。我希望你们共同度过以后的40年，还能像你们之前那20年一样相亲相爱，我们举案齐眉。从我这看到的就是典型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的各种不适应症，尤其是在男方这儿体现的比较明显。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状态你感受到的这个不舒服，他之前18年都是这么过来的，他没有什么抱怨，而且他这还是在工作啊，你还是有这种情绪的。就这一点，你可以发散一下，想一些其他的点。生活中有很多这些点，换位思考一下，你可以更好的去理解你的妻子。然后他也在努力的工作，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呢？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如果他就不工作了呢？反正我之前18年把家里照顾得挺好的，我当一个妻子的责任我已经尽到了，
啊，那我以后我辞职了，或者我就当成我退休生活了，不管了。你想想那个状态真的是你想要的吗？会不会可能你压力更大，或者说会不会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也是不开心的，可能整个生活家庭状态家庭氛围都变得很压抑。而现在你看到你妻子，她其实是焕发光彩的，她是开心的。就从这一点上来说，咱作为一个男人看到自己的妻子开心了，并且她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而且她还变得开心，变得更好了，收入还增加了，咱是不是应该开心？还有一点啊，想跟你们双方说的，就不要带着自己的预设去生活，尤其是男方，不要带着自己的预设去生活。什么咖啡厅也好，还有说孩子那个衣服脏了，哎，是不是你欺负同学了？你都没有问孩子是怎么回事儿，也没有深入的了解过，或者说也没有去，好歹你搜一搜咖啡厅，或者你看看那些图片什么的，可能也会好受一些。不要完全带着自己的预设，其实很多时候痛苦是自己找给自己的。多去倾听，多去了解一些，去深入他们的生活，包括孩子。然后关于妻子的这些改变啊，我真心建议，哪怕咱硬着头皮，也可以共同先参与进去，先去感受一下。那实在不适应的话，咱再退回来，回到自己的舒适圈也行。但是有这个过程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可能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的夸张。好，谢谢西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想找西大来解决问题的话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西大，然后关注，那记得回复爱情保卫战5个字，那么会获得我们的粉丝专享礼，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感情要想百年好，齐头并进得换脑。你会开车吗？会。你要转弯的话，打不打左转向灯啊？打的。对，但你这转弯你没给老公提示啊，一下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变。这里面转变是不是太跳跃了？我问你啊，做销售的最核心的是什么？他得认可我呀，才能在我这儿买东西。很好，认可你什么？认可我的为人。认可你的为人，你要付出什么？付出我诚信。你的诚信通过什么来付出？对工作的责任。什么能够体现你对工作很有责任？就是顾客有遇到问题了，我都是随叫随到啊，随时帮他解决一些疑虑。如果你只是在无限度的去满足随叫随到，满足一个我外表很靓丽，我们去谈判去谈事儿的场景很舒心，那你错了，你会走很多的弯路，而这个弯路你的代价你是承受不起的。你在跳跃性的改变当中，你没有发现自己的不足，你没有发现一个潜在的危险的信号。真正做销售，你要去了解它，你不先去通过对这个产品的了解，对客户的一些认知的手段的了解，去真正让自己打造成为一个专家，而不是什么全方位的24小时的服务人员。你不是一个应答器的，没有人可以做到。所以你先要去学习，先要去感受。我同意可以阶段性的去跟同事们多沟通，因为他们可以教会你很多。但是去唱唱歌，去酒吧喝喝酒，那这里面背后有没有你对过去18年的这种在家里的付出，一种报复性的消费，甚至是报复？所以说我们不要被一个假象蒙蔽了你的清醒的理性的一个思维，我们不要去走弯路，更不要去偷换概念。你1周2到3天在外面要去 KTV 要去酒吧，我觉得很多这种应酬是可以去掉的，不要为了融入而付出了很多代价。第二一个，每天回来基本上10点之前都要去应付工作吗？那是你的管理客户的能力不够，慢慢去学，不是要求你一下去转变，好吗？明白，老师。你要去学习，更多的学习啊。好嘞，思考一下老师给你们的建议啊，你们请下来休息，我们看看这种小年轻他们的故事。来。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张25岁，来自河北，电商运营；小周21岁，来自河北，待业。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对他有哪些不满？太多了，我拿他当宝贝儿，他拿我当花呗啊！这生活开销都是我在出，结果他还这么矫情。我爱他爱得上头，但他总是摆烂，他不关心我，他也不宠我了，他总是指责我，我就是觉得他不爱我了。如何才能改变目前的恋爱状况？
别窝在家里了，找个班上吧。这注意力啊，别都放在我身上。咱们做人做事呢，也讲究一点，理性点。我就想好好跟他谈下去，但他别嫌弃我就行。我很爱他，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他就应该知足。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哎呀，这俩人都咬着后槽牙说了，谁要来的呀？我想来的。嫌他嫌弃你啊？对，他嫌弃你啥了？咱慢慢说吧。我俩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嘛，然后我对他就是属于一见钟情嘛，我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主动的。然后我追他得有半个多月吧，刚开始他没看上我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他不想2个人就是一直在手机上一直聊，不想当个电子宠物一样。后来他也是被我那种毅力所感动，然后就是现在在一块也1年多了。不是你们俩是异地吗？为啥要在手机里聊天不能见面呀？我当时是在市里，他跟我虽然是都是在一个市里边，但是他是在村那边，我们中间隔了有20多公里，我不可能说天天我一下了班我开车过去再跑他那儿去呀。啊，有点像异地恋了都哈。对。那你最后咋就同意了呀？最后我就说，真是说想俩人能谈，那你就过来找我来。然后姑娘就来了。啊，这女孩搬过来以后没工作吗？没有，现在是待业状态。那遇到啥问题了呢？主要问题就是我觉得他不爱我。举个例子，前段时间吧，晚上8、9点钟的时候，他嫌弃他们公司单位的那个盒饭不好吃，我就去给他送了。然后在回来的途中，我被一个那个可能是喝多的那个人吧，就尾随了。我就给他打电话不接，啊，到家之后我就跟他说：“你咋回事啊？你咋不接我电话呀？”然后前后我跟他说了一遍。你猜他怎么说的？他跟我说：“你不会当时报警吗？你有事你找我干嘛呀？”我就当时我只是想要一个情绪上的安慰，我知道这个事儿他肯定是要找警察解决的嘛。老师就他一点都不理性，您知道吗？我那个时候我正上着班，我是运营，我是电商运营，我要直播带货的。我这边主播正搁那儿卖着嗨着呢，我这投流呢，我1小时我花个3、5万块钱呢，我怎么可能抽着空时间去看他去？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到家了，我跟他说，我说你等会儿，等我下了班回去我再安慰你。他就不行。再一个，他说给我送饭，当时他说啊，他给我揍饭啊，揍完给我送过来，送过来之后我一瞅，那哪是他给我揍的饭呀？那纯是点的外卖呀！就前些阵子，我说我包个包子吃，你那个把面给和一下，我把馅调一调。我搁上了趟厕所，我就回来，他半袋面给我使进去了，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揍顿饭差点把厨房给我炸了。那我最起码我愿意学吧。而且尾随他这个人这事儿怎么就那么确定这人是真尾随他呢？万一是只是说跟他一道是往家走，只是顺路而已呢？他就那么一口咬定了，这个人也没对他干什么吧？这小姑娘害怕了，管他真尾随假尾随，这不应该男朋友安慰一句吗？主要是吧，他要只是说这一次，也就那么回事了。他大惊小怪这种就矫情邪乎的事儿太多了。你再举个例子，你像那前几天啊，我这个也是正上着班呢，晚上正直着播呢。伙计回来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哎呀，你赶紧回家来吧，我进不去家了，我要死了！”给我吓得，我以为是什么回事呢？我担心是不是有喝多了，那醉汉真是调戏他堵门口。我赶紧又跟这领导请假，我说我回去我看一眼吧，我说别出啥事儿。等我到了家，这个祖宗往门靠那儿一倚，指着那卫生间，我说干啥呀？里边有个蟑螂。您说他平时搁家里边又养蛇又养蜈蚣了，他怕蟑螂？那万一那蟑螂跳我身上咋办呀？他身上多少细菌呢？家里边也不是没有杀虫剂。再说，要真是说没杀虫剂，你拿个这拖鞋你拍一下不就死了吗？就非得给我整回来，行吧？而且还不止这一件事儿啊，还有呢。像去年就夏天的时候，这晚上我直着播，他就不行了，左一遍右遍的电话给我打呀，你赶紧回来吧，我害怕，我打雷，我瘆得慌，睡不着觉。回来了吗？我没回去。我再回去，我这工作还干不干了？哎呀，那你这工作还挺顺利的吧？不顺利啊，咋的了呀？因为他呢对我的掌控欲啊特别强，天天就查我手机，翻我微信。
因为我这边我的工作就是跟主播这个有接触嘛，主播下了播，我得给他做复盘嘛。有的时候呢，稍微时间晚一点，我就说你们先回家吧，我微信给你发过去。他就揪着这个事儿，他就不放。女主播吧？那肯定是女主播嘛，而且都是比较漂亮的。然后他就搁那问，这有谁呀？这单不单身呀？多大了？长啥样啊？我男朋友有新女朋友了。你瞅瞅，有这么说的吗？那导师那可不是像他这么说的。您不知道1、2点吗？他刚下班那会儿，我就在我那屋听着他叫人家宝宝，叫人亲爱的。你说哪有这样的？我给您解释一下啊。你别跟我解释，跟他解释。我跟他解释来着，他就听前面宝贝儿了，他不听我后边搁那给复盘那个事儿。因为就是这主播直播能力非常强，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了保住这个主播呀，他没有二心呀，或者说没有那么大工作压力，给他做一定舒缓。我就说，宝贝儿，你今天这个播的有点不太对劲儿，像这话呀，咱不该这么说。你这么说了，是不是他就不停住了？我们会相对性的有一些女性化那种，把自个儿女性化一点，跟他当个闺蜜啊什么的，让他有点亲切感，他就揪着这事就不放。大半夜的，我晚上睡着觉了嘛，凌晨3点拿我手机给主播打电话，接通第一个字就是你个小三儿，你勾引我老公。我赶紧我又把电话抢过来给那主播赔礼又道歉的。到了第二天等早上我一上班的时候，领导给我叫过去了，小张啊，我是让你们管主播的，如果说家里边事你都管不好，你怎么说你能管得好主播，能管得好咱们这直播间项目啊？不行，你回去你冷静冷静吧。我这工作1月1万5的底薪，我再算上提成，我1月稳稳当当拿3、5万块钱回来，他给我搅得黄了。现在有工作吗？有，我现在又干一活嘛，也还是电商运营，收入不如以前了是吧？对，折半了。哎呀，行吧，这反正姑娘是你怎么就不能自己找个工作呀？你天天追着他干嘛呀？你一直都没工作吗？我好这1年多，但后来因为个别原因辞职了。啥工作呀？酒店前台和那个服务员。是你主动辞职了，还是被请辞了？他被人家开了。哎，咋回事啊？老师，我问您一个事儿啊。咱正常上班，说今天我不想上班了，跟领导请假，是不是得说，哎呀，领导，我这脑袋疼，屁股疼，哪儿都疼，我请个假，我请个病假，对吧？咱撒个谎。他不的，老板，我这昨天晚上玩游戏时间太晚了，我今天不够睡，我多睡会儿，晚点到。1个月30天班，他上15天，最后上半拉月班让人开了。这个他不上班这1年多，这都是你来承担所有的费用吗？可不的吗？所以嘛，他反正有恃无恐嘛，大不了我不工作了，反正我男朋友赚的还不少，他给我就行了呗。姑娘是不是这么想的呀？对。那不工作的时候，你有啥兴趣爱好，或者你怎么填满你的生活呀？打游戏、唱歌啊，也唱歌，卡拉 OK 吗？在外边唱还是在家唱？在家。他倒想上外边唱去，他没钱呀。啊，你不给人娱乐的钱？我还不给呢，您是不知道啊。他玩那 cosplay，葫芦娃里边那蛇精啊，还是什么玩意儿，这天天买。一件 cos 服便宜的1、2千块钱，贵的5、6千块钱都打不住。那么贵呀？那可不。那玩这个圈子的，那肯定都是往好了买，那不可能买最便宜的吧？不是，一个月买1、2套得了吧？买5、6套啊！你男朋友给你买啊？啊？偶尔我也会拿我自己的工资买呀。你不都没工作吗？那之前呀，我给他买了30件，他就自个儿买了2件。我最起码我买完之后，我最起码我给他看了吧。他现在他也赏心悦目了呀。这赏心悦目的代价有点忒大了吧？我刷个抖音点个赞，看看美女主播，是不是比这个来得快呀？你不生气呀？他说我看那美女主播比你好看，还不花钱，你不生气吗？无所谓。他这现在还给我工作添堵呢。怎么了又？上次啊，来我直播间，我们卖白酒的嘛，他买了5箱，回去给他爹了。完了呢，他爹喝完了1礼拜就喝完，我都纳闷这人怎么这么大酒瘾。喝完了，他爸往那个瓶里边挨个灌完了那自来水，再给我们退回去。啊，是得1礼拜7天无理由啊！我们后边我躲着他，我转了个直播间，我卖那个螺蛳粉，卖零食，闺蜜七大姑八大姨全叫直播间里边来了，我都不知道谁教他那损招。拍完了，等到货了，玩仅退款，你货也不给我退回来，完了给我一堆差评，给我那旗舰店的号都给我干疯了。哎，你干啥不让你男朋友把这个运营做好？这是图啥呢？说白了吃醋了。他就是嫌我搁那儿天天跟女主播搁一个屋里边，天天搁那儿，哎呀，这个今天这个还得复个盘啊，晚上我还有时候吧，像卖的好了，我作为主运营，底下都是算是我的兵吧，我得带出去，咱吃一顿吧，喝点吧。他就看不惯，就非得不让我干这行，而且他干事还不带脑子。你买东西你买也行，你别写一地址，他写的所有的地址全是我的住址啊。
那领导不是傻子，后台一查那订单地址，好嘛，这一天少说30单。哎，你们俩双方家长知道对方的存在吗？知道。知道。接受你们吗？都支持你们吗？都支持。那你们相互有来往吗？有啥来往啊？他就昨天从我微信里边大半夜的偷偷的转账转2000块钱给他自个儿微信，然后他把这个记录给删了。这2000块钱您知道干啥了吗？给他弟买球鞋去了。我要不是今天早上我刚看着他弟给我发一个感谢姐夫给我送来的球鞋，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那我是以你的名义，那不叫偷偷的。那我后来不也跟你说了吗？哎，这弟弟多大了呀？17。哦，还没上大学呢。上大学了吗？高2。哦，那你和这弟弟互相有微信，这个交流的多吗？就上次，我跟我父母那边说了一下，就是说想让他这边帮忙，就是给我弟弟找一个补习的老师嘛。然后他这边就是不太愿意。是这么回事，因为我的一个发小是211毕业的，现在也开着这个辅导班呢。他想通过我这层关系打5折，我就没应这个事儿。你说到时候说咱弟弟去了，学好了还则罢了，说成绩有提升；学不好，你这边和你弟弟那边，包括你父母那边，是找我这边抱怨也好啊，还是说找我发小那边抱怨也好，我到时候我两头不是人，我吃力不讨好，我干这事干嘛呀？你拒绝的理由到底是不信任你211这个同学的这个能力，还是这个钱的问题啊？一个是钱的问题，另一个是他弟弟学习的能力。我怎么有一种我被一家子盯上了的感觉呢？不是，他父母他家呀是自个儿做小买卖，就已经算是家里边千金，不想着让他再出来这个工作呀、上班什么的。诶，那你爸爸每个月给你钱吗？给呀。哦，怪不得，给你多少钱呀？大概1个月4、5千。你男朋友每个月给你钱吗？给呀。啊，所以你每个月不上班也有小1万的收入是吧？对。哎呀，真幸福呀！你想娶她吗？他如果一直就这种状态的话，人情世故也不懂，这职场生存也生存不下来。他要是说他没弟弟，就家里边就独苗，我认了。你有弟弟，一切后边都得靠我们俩去自个儿去支撑。这种状态后边会有很多麻烦的。所以现在的这个状况和他现在的表现，你是不想走进婚姻的是吧？走不了啊！您说他上次说让我跟他见父母去，见个父母不说拿好烟好酒好茶，拿点这个正常的那种白酒，拿点瓜果梨桃，买点奶，这一趟咱得奔着1000块钱2000块钱去吧。这1个月不能说只见1次吧，3、5次得去吧。这1月就是4、5千块钱，5、6千块钱。我俩现在就我这个工资，我一人挣钱，俩人花，1月一咣当，我上哪变这5、6千块钱去？所以你俩这感情基础也挺奇怪的哈，不知道基于什么在一起。他还想看我父母来，你说你看我父母来，我不是说像你们家那么要求说一次就得拿个2、3千块钱的东西过来，你花个5、600块钱买点瓜果梨桃、肉蛋奶的，这横能行啊？他现在没工作，他爸那个钱呀，时而给时而不给，也就等于说这5、600块钱他时不时都拿不出来。所以今天是女生要来的吗？对，我想来的。你要来干嘛？就是想调节一下我俩现在关系，我也能改。你是来让我们劝劝他别离开你是吧？对。你想过离开他吗？这么说吧，我们电商行业有一个行业话语叫什么？筛选有能力的人，不做培养人的事儿。他在来这个节目之前也说我改，各种改，没看到太大的成效。行吧，你们这对夫妻俩，看看这小年轻俩该何去何从啊？我说一下吧，我觉得这个弟弟就是对这女孩，是不是说难听点，是不是玩够了呀？哎呀，真难听。没有。人家21岁，背井离乡的普奔你，人家有点小脾气怎么了？哎，再一个姑娘，你找个班上，自己腰板直起来。哎，这句话说到观点了。弟弟妹妹啊，我是作为老大哥过来人，我用2个词描述你俩啊。女方单纯幼稚，男方稳重理性。行吧，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啊。我建议啊，男士给女士一点机会，不是那么完全的不合适。你是爱她，但是我感觉到你不懂爱，你因爱生忧，因爱生惧，因爱生疑。你现在关键我看你是21岁，也不上学，也不工作，生活太单一。我觉得你还得大踏步的前进，
尤其是这个如何相爱。刚才我同意这位大姐刚才说的，就是你可以找一个工作。为什么？你有了工作之后呢，你有了自己的自身的价值，你的注意力也转移了。一句话，爱他就让他变得更好，而不是让他变得你成为他的累赘。他是找了一个伴侣，他不是找了一个女儿呀。小张，你直接告诉我，在你眼里他有什么优点？就听话，你让他干啥就干啥，干不干得好。你让他别给女主播打电话骂人家，凌晨3点，你让他别打了吗？说过无数次。那他打了没有？打了。你觉得他听话吗？只是从语言上边听你的，行动上不听你的。所以你如果只是在道德层面觉得保留这份关系，你觉得你对得起他吗？我只是在道德层面觉得我们不应该分手啊，我们谈的是恋爱。我只是在道德层面觉得我不能离开你，你对得起自己吗？这里还有爱吗？尽可能的做到仁至义尽吧。啊，你要做到仁至义尽是吗？你那5瓶白酒，就是你没追究什么？从我工资里边扣了。你丢了一回工作，然后收入对半了，然后你也没怎么着，不是忍到现在了吗？你还要如何仁至义尽？你也是，你没确定爱不爱人，你把人叫过来干嘛？你把人叫过来跟你住一块儿干嘛？对吗？所以你得跟他在一起。我终于找到理由了。自己种的果自己得吃，自己叫来的人跪着也得扛住。加油！姑娘，你除了单纯幼稚之外，还真是一无是处。而且单纯幼稚它也不是啥好处。我都不知道你这1年多在干什么，既浪费自己的青春，又践踏自己的自尊。你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白白净净的，跑这儿来哭着求我们说，能不能让我男朋友别嫌弃我？你这爸妈把你养这么大，你说这话你不觉得打他们脸吗？当然你爸妈做的也不好啊。我觉得你整场在场上，1没家教，2没素质，3手段恶劣。说你一点都不夸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自知啊。你说你用那些方式针对他，宁可毁了他，也要让他不能和异性有来往，不能和女主播说话。我宁可毁，我得不到我就毁了，多么的恶劣。你想想，你今天在场上给我们讲的你的所作所为，首先就会被绝大多数人认为你做的不好。其次，你男朋友给你回敬的这些话语，把你所有的尊严也全部都踩在脚下。花样的年龄刚刚开始的人生，自己把自己毁了，你可毁不了他。他比你坚强多了，他比你适应这个社会多了。你搅黄了工作，人家再换一个，人家有能力。你花了他钱，人家不在乎，人家赚得多。你拿什么拿住这个你哭着喊着说我爱的男人？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劝你们啊，就及早分了，给彼此一点颜面啊。姑娘，不是让他分了给他颜面，是给你颜面。男生你要做的也很简单，既然选择和自己的预设不一样，对吧？咱也体体面面的，不要再什么打着什么道德的这些幌子，是不是？真诚的告诉他你内心所想，给姑娘新的人生开始的机会，也就是这么一个结局。先说一句啊，爱不是伤害和各种捣乱的理由。不停的在制造麻烦，去验证对方的耐心，验证对方对你的爱，这个行为其实挺幼稚的。而且男方确实是不厌其烦，这个过程真的会带来很多的麻烦。但其实男方没有太多的怨言，甚至也觉得可以接受，甚至都想过，如果没有那个弟弟，或者如果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事儿，哪怕你就现在这个状态不变，那都认了，足以说明他对你的爱了。包括之前制造过那么多的麻烦，应该也验证差不多了吧？后面就别再用这种方式去验证了，伤害他你也没有好处啊，那不是不停的在内耗吗？男方这儿呢，我听你说到了很多他的一些小毛病、小缺点，还有一些他给你带来一些麻烦。
还有一些你没说的，但我大概能感受得到的是，一定会有这些年纪，就是他这个状态能给你带来的一些小的幸福，一些惊喜，那些时刻，这些也都一定会有，只是今天你没有表述太多。其实像你这样的，在我们过往的案例当中有很多，见过很多。其实你是愿意改变的那个，但是你缺乏的是不知道如何引领对方改变。是有一定的耐心，但是这个耐心早晚有一天会被磨没，可能现在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但是我希望呢，你还可以给自己再有一个期限，同时你可以把这个期限你告诉对方，好，我们接下来再有多长时间的一个期限，然后我们去做一些调整，我继续做出我的努力。姑娘，你知道你男朋友这儿最核心的问题点在于哪儿吗？他现在是看不到未来的预期了，没有希望了。他会觉得，如果两个人一直都是当下的这个状态，他会觉得那个生活真的是他不想要和面对的。所以，如果你真的爱你的男朋友，帮他减少一些负担。可能你有时候缺乏安全感，但是你想一想，怎么去提升一下自己感受爱的这个能力，或者说你真实的表达你的需求。其实你很聪明的，只是我们稍微转换一下思路。好，就说到这儿。好，谢谢西大。如果电视前观众朋友呢也想找西大来解决情感问题的话，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他。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西大并关注，那么回复爱情保卫战5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粉丝专享礼，那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女生全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今天是来学习的，你不知道什么是爱，对不对？对。我来告诉你，今天你会学到什么？今天你会学到你的男朋友并不爱你。我可以接受。男生，如果我是你爱这个女孩的话，今天我不会在场上这么拒，不给她留情面。几件事情你做的分明是不对。难道为了和女主播搞好关系，同事间的关系要叫对方宝宝就能疏解他们的压力吗？如果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主播，我们通常会叫老师，这是表示尊重和认可，绝不是宝宝。这在情感当中，这是暧昧不清的一种表现。第二，直播电商这个行业里头，到底是主播重要还是运营重要？我告诉你，一个好的运营，不可能因为一次跟主播的这种误会关系而被老板给开除掉了。你的收入从3万到了1.5万，绝对不可能。你自己能力上的问题，或者说是这个公司的问题，为什么推在他的身上？让他有这么样的负罪感。你怎么看待你们的感情？你刚才说了，如果他没有弟弟的话，就没有问题，因为你看的是什么？他们家的经济嘛，基础嘛。那明明是他一个错误的举动，给你背着你不知道转了2000块钱给弟弟，你为什么不认呢？你为什么不给要回来？你跟说弟弟，这不是我给你的，是姐给你的，为什么不？因为你要面子呀。怎么每次去女朋友家都要拿2到3千块钱的礼物？你要面子呀，跟他无关啊，因为他不懂事儿，他不懂爱。你明明你懂，你比他年长，你比他有阅历，为什么不去教他？哦，电商行业是说只筛选不培养，是吧？在爱情里头行不通，没有天生完美的人。我选择一个完美，只有经过了解之后，发现对方的不完美，但我们愿意去包容并且引领，这是在爱情当中我们应该去做的。所以如果都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你们俩之间的互动上，女生就叫不爱。好，谢谢老师们。那我们也请两组嘉宾回到转门后你们也思考一下，看看最终的选择。来，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可以登录我们的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晚的8点到10点呢，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与大家互动，为您的情感困惑答疑解难，更有机会连麦交流。好，我们来看看第一组这个夫妻俩这出来肯定是出来的但是出来说点什么呢？来，请开门。哎呀，手都拉上。哟，这也是拉着手拉手出来的
好。哎，丈夫，你太太出来的时候笑容满面，你这怎么也不笑啊？你这没商量好吗？感谢各位老师你别说通了。你说说，你们准备怎么调整？就是我工作吧，确实是转变太快了，然后我也接受大家的意见。就我做什么事儿之前呢，我也先跟他商量一下，给他一个提示。然后我尝试这些新鲜事物呢，我也决定带他去看一看，让他也体验一下，改变一下他的那个观念。好，先生。我这个想法是，毕竟10多年的夫妻了，这点事儿不算个事儿，互相都有个让步。你多干点家务，多陪陪孩子。这是肯定的，肯定的。人家学习新生活的方式，你也学习新生活的方式啊，好不好？齐头并进啊！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进入真情时刻，拥抱吧，多抱一会儿。这咋多长时间没抱了？这么别扭抱的？哎，最近抱没抱呀？你俩很少。就是呀，你老婆现在越来越漂亮，还不多抱抱吗？很多这个夫妻当中的一些小矛盾、小的不愉快，多抱抱就化解了，好吧？祝你们幸福，谢谢，谢谢，再见。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公众号、视频号。联系我们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上当受骗。看看我们这对情侣他们的选择啊，他们还会出来吗？应该会，应该可以，应该可以。是吗？我觉得不出来了吧。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3、2、1，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没出来哦，这分开了也是好事儿哈，是好事。我觉得都是非常年轻的年龄，还是更去学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我在婚前购买的房产，但在结婚后才取得房产证，这套房子属于我跟妻子的共同财产吗？这套房子还真不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因为在婚前完成了购房的全部出资，那么就属于买房人的个人财产。取得房产证的时间不影响房子的权属，并且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会因为夫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的共同财产，除非双方在结婚后对该房产进行了其他约定。在此呢，也建议各位网友在婚前买房时要注意保留好购房合同、付款凭证等证据，避免因婚后财产混同而被认定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好了，再次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我们老师们的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